宿舍夜谈会，每个人要讲一个恐怖故事。我摸了摸脑袋，无奈开口：我家祖上干捞尸的，干我们这行，除了不能爱上客人，还有3条禁令：夜黑水寒莫伸脚，子母河中鬼缠身，7月15闭门户，阎罗敲门莫伸头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这条禁令就刻在我们家的门板上。可偏偏那年7月15，一个女人找上家门，她出10万，求我爷出山帮她捞一只狗。自此一切全都乱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王师傅，求你了，豆豆对我真的很重要，你开门啊，我愿意出10万，只要你帮我把豆豆捞上来，我愿意出10万啊。女人哭嚎声从门口的方向传来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凄厉无比。我站在院子里，双手抖了又抖，还是没忍住冲回屋子。爷，10万，他都出到10万了，就一条狗，咱不捞。爷眼皮都没抬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。见我迟迟不动，一瞪眼，呵斥道：忘了咱们这行的规矩了。7月15闭门户，阎罗敲门莫伸头。你想挣人家的10万，人家可想着要你的命呢，那都是封建迷信。我梗着脖子顶回去，有了这10万，学费我就能凑够了。你要是不接，那我自己去接，成不成？你敢？这话一说出口，也猛地抬头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手里的烟枪用力地拍在桌子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老子说不接就不接，你敢动一下试试？无力感油然而生，一股子闷气堵在胸口，我牙关咬得死紧，还是没憋住。爷，你是不是就想把我困死在这个烂地方？啪！右脸传来剧痛，刺痛过后是火一般的灼烧感，我被这力道打得歪过头，耳朵轰鸣不止。你就是这么想爷的？爷失望地看着我，眼里闪过悲痛。我垂眸盯着地上裂开的土缝，你让我怎么想？你这段时间做的事，我能怎么想？屋子安静下来，只有门外女人拉长的瘆人的哭腔，一阵高一阵低。过了老半天，也踉跄地坐回椅子上，哆嗦着手拿起烟袋往嘴里塞了几下，又都吐了出来。最终他哑着嗓子开口，告诉他这单我接了，但是要明天才去捞。我将爷的话告诉女人，女人哭声一滞，明天不行啊，我的豆豆还那么小，我怎么忍心让他沉在那里医啊？小师傅，你想想办法，我愿意加钱的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爷那人皱得很，这是实话。女人哭了又哭，声音里满是痛苦。小师傅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我没有家人，只有豆豆和我相依为伴，我是拿她当亲闺女的。要不是那些人实在捞不上来，我也不会大老远的来求你了。如果你觉得钱不够，我还能再加，只要王师傅能借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都出到10万了，还能再加？见我不吭声，门口女人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，猛地贴近门板，声音压得又低又急。小师傅，我听他们说你从小就跟着王师傅下水，这活儿你能接不？我不行。我下意识拒绝，我从来没单干过，就当试试了不成吗？我真等不到明天就得走。女人的声音像钩子，迟早都要单干的，这次就当试试了。你要是同意，不管成不成，我都给你额外加3万。又加3万，心口那点火星子腾一下烧成了火苗。刚想再问仔细点，也冰冷的声音砸在背后，说了今天不接就是不接，等不了就滚蛋。他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冷声驱客，快点走。说罢这话，也不管女人的哀求，铁钳似的手攥住我胳膊，不由分说拖进屋，拿出绳子将我结结实实地捆在床上。小兔崽子，打小就不安分，这单邪性，你那点花花肠子给我收干净了。我挣了2下，怕伤着爷，不敢真用力，只能扯着嗓子喊：爷，我不会去的。
你别捆我！信你！老子信你个球蛋！爷一直守到天色暗沉。这期间，无论我说什么，怎么哀求，他都没有心软的迹象。门外女人的哭声终于远了，没了。野慢腾腾起身，推门出去。我心如死灰地盯着天花板，在他即将踏出门的时候，喉咙里滚出几个字：爷，我恨你。他的身影晃了晃，可最终只听见一声含混的，像从破风箱里挤出来的低语：在恨吧，爷，对不住你。爷离开了。屋子里没有开灯，黑暗笼罩整个屋子。我被无尽黑暗包裹，孤独又无奈，只能发出一声无意义的嘶吼。爷一开始不是这样的，打我记事起，他疼我比疼眼珠子也差不了多少。我妈生我的时候没了，是他抱着我一家家求奶，把我喂活。我长身体的时候，饿得都快跟骷髅差不多了，是他省下自己的饭，结结实实地压到我的碗里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他比谁都急。别人家孩子有啥好吃的、好玩的，赶集那天他准给我捎一份回来。可自打我拿着大学通知书告诉他我要去上学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他先说家里没钱，供不起。在得知我要去申请贷款后，他哄着我把材料拿给他看。我以为他是不放心，还在巴拉巴拉给他讲解这是国家助学的一种手段时，真不要钱，真不要，真的要走，真的走。他脸色刷的就变了，抄起那叠纸，哧啦哧啦撕得粉碎。离开这里，想都不要想。纸屑砸到桌子上，又扑落到地上。我呆呆地看着，不明白怎么成了这样。以往最疼我的爷爷，忽然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他不准我出门，逼着我继承他的那些老手艺。一开始我只觉得他是老糊涂了，还想着自己偷摸去办理。可他就像是我肚里的蛔虫，我撅个腚，他就知道我要拉什么屎。眼看申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绝望。这不是玩笑，是他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定。意识到这个答案时，我果断提桶跑路了。就算申请不了贷款，但我去打几个月螺丝，应该也能凑点生活费，到时候进了大学再想办法。可没跑几天，村里电话追来了，也绝食好几天，人快不行了。我被迫回到这个破烂的家。我狠不下心抛弃爷不管，那就只能放弃唾手可得的前途。坐在院子里看着破烂的门框，我恨不得来个雷给我劈死。饭咽不下去，头发一把把掉，10来天功夫，手脱了形，掉了20-30斤肉。村长怕出事，开始不停给爷做工作。爷抱着烟枪，一口接着一口，烟雾缭绕里，他说要和我一起熬，就没有爷治不了的孙。我又一次认输，端起凉透了的饭，拼命地往肚子里塞。我逼着自己吃，吃完就吐，吐完再吃，一直到吐血。爷终于怕了，他甩了我2个耳光，嗓子哑得像破锣，家里就这光景。学费你自己想法子弄。距离开学没几天了，我上哪里赚几万？村子里穷得叮当响，就算去借，顶多也就300-500，杯水车薪。我咧咧嘴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算了吧，爷，我守着你，等你没了，我就找个枝头跟着你一起下黄泉。等下辈子我做你爷，让你也尝尝这滋味。爷拿着烟枪对着我的脑门抖了又抖，始终没有敲下来。日子就这么熬着，直到女人找上门。毫不夸张，当他开口的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看到了光。我甚至想，世上是不是真的有神仙，他们听到了我的祈求，送给我这个机会。可现在这个机会还是消失了，也根本就没有想过放我走。卧槽，你这啥造型？发小二虎从后窗户翻进来，看见我这五花大绑的样，乐了。你爷俩在家玩的还挺花。花你大爷！我下意识回骂出去，紧接着惊喜涌上心头，胡子，快帮我！二虎小心地关好窗户，帮我解开绳子，
我在村口看到个女人，她说是来找人捞尸的。我一猜就是你们家。她现在走了吗？走了走了，我亲自送镇上的，不过我替你应了，说回来劝劝你。二虎一脸得意。什么叫瞌睡来了送枕头？我感激地捶他一拳，够意思。等爹出息了，带你吃香喝辣。别放屁了，咱们快点，别让你也逮住了。二虎提到我也就叹气，以往看王大爷还是个挺明事理的人，怎么现在钻上牛角尖了？我要是能考上大学，我爸得买5000响的鞭炮，从早放到晚。你这也太可惜了。我苦笑。别说他了，我这个和爷朝夕相处那么久的人，也没看出来他会这样啊。没有继续废话，我将柜子里捞尸用的那套东西装好，跟着二虎跑了。一路上脚踏车蹬得火星子四溅，唯恐被人抢了先。村子和镇上有点距离，到达二虎说的河边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，夜黑水寒没深脚。我喃喃出声：啥？没事。我将这句话抛到了脑后，现在真的没空管这些封建迷信了。我满脑子都是插着翅膀飞来飞去的10万块。岸边围着几个人，几辆车开着大灯，惨白的光照着黑黢黢的水面。那个女人还在悲切地哭着，赏金已经加到了13万。这数字加的我眼都绿了。刚要过去，一只大手猛地扯住我的肩膀：王生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这人和我也有些关系，也是专门做这行当的。不过他是高科技那套，各种装备摄像头，比我们野路子强多了。担心他跟我也告密，我没忍住打了个哆嗦，结结巴巴地开口：是我爷让我来的。少他娘的胡咧咧！他脸上没了平常的温和，抓紧给我回家去，这事有些邪乎，你别掺和进来。什么邪乎不邪乎的，那都是封建迷信。你懂个屁，给我滚回去！我不。我咬着牙，脚下使力，死活不肯离开。叔急了，我这是救你命呢，你这完蛋玩意，怎么好赖话听不进呢？上学也是我的命，我不肯放过这近在咫尺的希望。瞅着叔一个愣神，对着二虎使了个眼色。二虎嗷一嗓子扑上去抱住叔，就这么一松手的功夫，我就举住手跑到了女人跟前。我接。这单王生接了。我怕叔追上来，一边跑一边喊。女人像是抓住救命稻草，一把攥住我手腕。小师傅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平息剧烈蹦跳的心脏。是我。我来了。他看了看周围，似乎还有些犹豫，毕竟我看起来太小了。咦，真的？你信我？我5岁就跟着爷下水，谁不知道我们王家的名号？围观的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应了几声，只有我叔大声叫骂，让我滚回家。女人看了一眼我叔，又看了看我，下定决心：行，好孩子，你要是能帮姨把豆豆捞上来，姨给你15万。15万！原来天上真的能掉馅饼。我晕晕乎乎地应下。妇人继续开口：不过有一点，要是哪里不舒服，就立刻上来，姨不能因为自己的闺女害了你。我明白，读书诚可贵，前途价更高。若为生命故，两者皆可抛。问清了落水的地方，赶在叔挣脱二虎追上来时，我一个猛子扎了下去。一条狗能有多难捞？这单我必接。学我也上定了。王生。叔的声音从背后追来的同时，我也进到了水里。已经7、8月份了，这水却冷得彻骨，让我这个从小泡水里长大的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夜黑水寒没深脚，记忆中爷的话又一次浮现在脑海里。我有些浑噩地想着，以往这个时候谁有这么冷吗？似乎没有吧。我心里有些后悔，可想到15万，还是定了定向逃跑的动作，开始准备寻尸。正统捞尸时不能点灯的，要全靠天光。说白了，也就是怕染上邪事。一般正常的尸体，最迟9天就会浮上水面。可总有一些不正常的，
迟迟不服，也找不到。按照行话，这就是因湿避阳，成了水鬼。水鬼嘛，自然就是要抓替身的。天光属阳，水鬼不敢近身，这个时候用独门秘方将水鬼引到天光下，借助阳气镇压，才能顺利请示上岸。可现在显然没有这个条件了，湖底黑如墨汁，什么都看不清，更别说摸索了。我将缠在手腕上的河绳扯下，一头散开在水里自由飘着，一头抓在手里，在心里念叨：四方请神，邪祟莫近。白帆引路，渡亡灵，豆豆归家了。最后一个字落下，绳子像是有了牵引一样，忽然绷直如铁棍，直直下坠。这股力道来得突然，我不受控制地被带着往下沉。等我好不容易稳定住身形，右手试探着左右晃动，无论往哪边，绳子的末端都死死锁定一个方向。难不成还真在水底？可看着周围虚空的一片，我心底隐隐排斥，总觉得一旦下去就会有什么危险等着。就在迟疑的功夫，下面的力道更大了，像是在迫不及待地扯着我下去。与此同时，若隐若现的狗叫声从四面八方朝我压来。我忽然发现自己遗漏了什么，是深夜，周围太安静了，除了狗叫声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岸上的呼唤，水中的鱼游摆尾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7月15闭门户，阎罗敲门莫伸头。7月15闭门户，阎罗敲门莫伸头。7月15闭门户。我闭上眼，完了，这次我要被别人捞走了。难道自己今日就要交代在这里了？漂浮在水中，周围的黑暗渐渐笼罩住我，人生走马灯在眼前轮流闪过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不受控制地恨上我也，恨他的倔，恨他的逼迫，恨他这么多年如此对待我，恨他天天将祖上的风光挂在嘴边，恨他自持身份，恨他顽固不化。我曾无数次地劝我爷，不行，咱们就去民政申请个补助。我没爹没娘，他无儿无女，就算是要面子，起码也得先吃饱吧。可我也不愿意，非说自己要靠本事吃饭。靠本事吃饭，说得挺硬气。可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，老手艺遇上现代文明，无异于拿着蜡烛和人家灯泡比亮度，自取其辱。就算有人意外落了些东西到水里，人家有高科技，没多会儿就能安排得明明白白了，哪里还需要我们这种人出手？可我也不听。我也理解，干这行嘛，各有怪癖。我爷就是越老越顽固，谁让我是孙子，我得认命啊。可为什么想吃个饱饭就那么难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困在这里呢？太多的怨恨和太多的不解，像是无形的绳索，将我扯向更深的黑暗。怨气和不甘像无数根看不见的绳子，把我往更深的黑暗里拽。我张开手，眼神发空。现在好了，我真的走不出去了，真的要按照他说的，永远继承这门手艺了，死在水里了。就在我自暴自弃的瞬间，手中的河绳忽然灼热起来，将我从浑噩的死之中拉了出来。不对，这水不对，我比谁都想活，怎么会因为一点点问题就想去死了？有东西在引诱我赴死。是水鬼。想到那2个字，我猛地一个机灵，彻底清醒了。我将绳子用力地摁在手心，不去管那股能将我烫伤的灼意，举起左手放到唇边咬破。就这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却将我浑身的力气都散了个干净。柔弱无骨的水，这个时候却像是粘稠的非牛顿流体，扯着我的四肢，逼迫我停下。我闭住气，努力忽视这种阻力，艰难地将染血的手指点在眉心，血引成珠，河绳开路，心灯起。四散的血珠被无形的手拢到一起，犹如夜明珠一般照亮一圈位置。这是我爷教我的保命术，以童子精血为灯油，燃烧心灯，驱散邪祟。心灯一起，
脚底像是有什么东西受惊了一样，哗啦一下惊起大片水花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穿过水层，是二虎的声音：“我看到你了，等我。”片刻后，一只手臂伸到水下，揪住我的衣领，将我一把提了起来，拖到船上。空气涌入肺中，我咳得惊天动地，大口喘气。刚才你看到了什么？我拉着二虎焦急地问道。刚才的情况很不对劲，二虎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来喊我。果不其然，听到我的话，二虎的脸色非常难看。他抹了一把脸：“生子，这货你别接了，这狗是有些邪乎。”什么？我有些错愕。二虎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他能说出这话，绝对是看到了什么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追问。二虎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是摇着船桨带我上了岸，才开口：“你知道自己下水多久吗？”我没有算过，不过估摸着也有个3-5分钟吧。我将答案说出口，二虎的脸色陡然苍白下来，嘴唇颤抖：“你下水连1分钟都没有？这不可能！”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，像是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上来。你下水以后就直直地垂在水中央，谁喊你都不理，你懂吗？你什么动作都没有，就直直地垂在水底，只露出一个头顶。喊你名字，拍水，你一点反应没有。二虎的声音带着后怕的颤抖。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也不由得打了个哆嗦。可我在河底明明做了那么多事，我用河绳引路，还点了心灯。对，心灯，我可是点了心灯的。手上的伤口可以证明。我将手指举给二虎看，可指尖没有一点伤口，反而是手腕上缠着一圈滑腻黏糊的肉形物品。是狗崽子！我操他仙人的！二虎一把扯过狗崽子，气势汹汹地冲到女人面前，将狗崽子摔到她怀里。为什么不说那只狗怀孕了？你不知道规矩吗？为什么要瞒着我们？女人尖叫着躲开。狗怀孕了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以前说的是不捞怀孕的妇人，我家豆豆又不是人。我去你妈的！二虎抡起拳头就要打，我挣扎着爬起来拦了下来。是我自己贪心，没有问清楚就下水了，我也有责任。只是这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下了，这单我不接了，你另寻高明吧。女人没有说话，只小心地打量着我的脸色，犹豫几秒后，从包里掏出3叠钱递给我。以前说好的，不管成不成，这个钱给你。我想拒绝，二虎却一把接过，塞到我怀里。凭什么不要？好歹是你半条命换来的。女人也在一边搭着话：是的，你要是觉得不安心，就帮我把这个狗崽子埋了吧，豆豆找不回来了，好歹让这狗崽子入土为安。这次我应下了。和二虎回到家，我也已经等在门口了。他拿着烟枪，啪嗒啪嗒地抽着，见着我的狼狈模样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一言不发，扶着门框起身进了院子。那次以后，也好像想通了，他开始主动催着我去上学。你这小崽子，心太倔了，我怕再留你，真的只能留下一抔土了。我跪在爷面前和他发誓，爷，等我出息了，一定会回来的。也没有理我，只摆了摆手。我对着他佝偻的背影磕了2个头，这才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这个故事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啊。老四忽然开口，感觉像是烂尾了。是有点。老大没忍住笑了。算了算了，老二的脑子本就不好，能憋出这么多也算是难为他了。老三支着下巴，可我还好奇着呢，豆豆最后有没有捞起来？狗崽子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张嘴想解释，可话到嘴边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。困意排山倒海席卷而来，我打了一个哈欠，不怎么在意，剩下的睡醒了再编吧，明早八呢。几个人窸窸窣窣爬回各自床铺。下铺的吹灯哈。老大瓮声瓮气。我应着，
探头凑近那根烧得只剩小半截的蜡烛，烛火跳了一下，我猛地顿住。不对，我盯着那簇摇晃的昏黄的火苗，心跳得快要撞出肋骨，不敢吹，也不能吹。第六感疯狂预警，后脖子上的汗毛全竖起来了。我张嘴又闭上，茫然地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宿舍。等啥呢？老二，抓紧吹灯啊！老三也伸出头催促。困了。老四靠在床上，斜着眼睛看我，明明那么熟悉，可心底的不安却越发扩大。到底哪里不对？我说不出。等什么呢？傻了吧唧的。三个人的催促声越来越大，叠在一起，不断重复。这样的嘈杂声中，我却听到了自己的心跳，如擂鼓，咚咚咚咚咚咚。我还听到了舍友们的声音：快点啊，吹灯啊，吹灯，吹灯，吹。到了最后，那些声音在我耳边全变成了汪汪汪的狗叫。我猛地抬手，将指尖塞到嘴里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一咬。剧痛带来一丝清明，顾不得多想，我将血滴到蜡烛上。老二，你干嘛？汪汪汪汪汪汪！眼前的场景猛然变化，哪有什么舍友，哪有什么宿舍，我分明还在水底，根本没有离开过。这一切都是幻境。我举起那盏用血点亮的豆大的新灯，昏黄的光晕勉强撑开一小圈。就在这圈光晕边缘，不到3尺远的水里，飘着3团黏糊糊、肉乎乎的东西。肉状物不足掌心大小，和梦中的狗崽子一模一样。心一横，我捞起狗崽子就往水面游。还是那句话，来都来了，不捞点货回去，这半条命才真叫白丢。哗啦，探出水面的瞬间，二虎就窜了过来，和梦中一样的焦急。我搭着他的手，感受到温度，连滚带爬翻上船，瘫在船板上，肺像个破风箱，呼哧呼哧响。咋这么快就上来了？二虎愣愣地看着我，狗捞到了吗？我点头又摇头，看向同样焦急围过来的女人，开口：豆豆是不是揣崽了？女人脸色变了又变，女人脸色唰一下变了。二虎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猛地跳起来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恶狠狠弯向女人：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不知道捞尸的规矩？那都是封建迷信。女人不敢和二虎对视，讷讷的辩解：再说了，我可是出了高价的，我又没强迫你们接。我去你妈的！和幻境中一样，二虎提着拳头就要打过去。我喊住他，然后将那3只狗崽子的尸体摆了出来，1只1万，给钱。女人诧异的低头，借着灯光用脚拨了拨，这什么东西？你孙女？我淡淡开口。女人反应了一会儿，才像是明白我的意思，尖叫着闪开，鞋底在泥地上疯狂地蹭。你他妈的有病啊！我让你捞豆豆，又没让你捞这些玩意。我只给豆豆付钱，这些玩意和我又没有感情，我才不管。果然，美事只有梦中才会有。有钱人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什么代价都没有就获得3万？我叹了一口气，为了我丢失的3万。哎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这谁你还吓不吓？女人蹭干净鞋底，情绪又平静下来。她绕过狗崽子，走到我身边，问我：吓个屁，你想害死我兄弟？二虎朝地上啐了一口，指着女人鼻子：我告诉你，我不要脸，我打女人的。女人后退一步，撇撇嘴：不下就不下，那这钱就算了。是你自己没有捞上来的，可不是我说话不算话。谁说我不下的？我打断他的话，撑着站起来：咱们立字据，我下去给你捞，先给3万定金，捞不上来退给你，捞上来你把尾款给我。女人面带犹豫：倒也不用那么拼，你是不是舍不得？二虎瞪眼：我就知道什么富婆重金捞狗，你就是个骗子。
被人连续挤兑几次，女人脸色也沉了下来。她盯着我：“你别后悔。”我没吭声，没有纸笔，只能掏出手机录视频，简单说清楚条款。原本要散开的几个人见到有乐子，都围了过来，自愿当了证人。我扫了一眼围着的人，没有看到书，应该是去找爷了。我垂着眸，加快了动作。二虎听我话，但视频录完，他忽然后悔了。生子，规矩不能破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走上前，弯腰捡起那3团因为脱水已经皱巴发硬的狗崽子尸体。原本是没有办法的，但现在办法有人递来了。在这里等我，要是发现有什么异常，立马拽我上来。跟二虎吩咐完，我将绳子捆在狗仔身上，再次下了水。短暂的窒息感后，我再次将指尖咬破，点在眉心。心灯起，豆大的幽黄光晕勉强撑开一小圈黑暗。手里那3个干巴的狗崽子一沾水，竟然像泡发的海绵，微微蠕动起来，发出细弱黏腻的呜咽声。嗷呜！狗崽子顺着水漂流，发出哼哼唧唧的哭声。这声音很轻，穿透力却很强。水底深处有什么东西被惊动了，搅起暗流，飞快地朝光晕逼近。我定了定神，握着河绳的手越发的紧了。没事的，我安慰自己。二虎的船就在我头顶，如果有什么事，他会第一时间救我的。脚下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头顶的黑影如影随形。就在东西接近的一瞬间，我一手抖开河绳，脚下使劲，快速地往头顶黑影游去。汪呜！河绳骤然绷紧，一股巨大的下坠力传来，上钩了。我一手死死扒住船底的木棱，另一只手使出吃奶的劲往回拽绳。可当心灯照亮的一瞬间，恐惧降临在我心头。河绳的尽头不是豆豆，而是捆着的石头。发出叫声的是那3只狗仔。那豆豆呢？一股寒气瞬间从尾椎骨窜上天灵盖。一条湿漉漉、冰凉滑腻的舌头带着浓重的水腥气舔上了我的后脖梗，全身的汗毛唰一下全竖了起来，血液宛如冻住一般，无尽的寒意笼罩住我。我僵硬地一寸寸地扭过头，对上了一双发着绿光的眼睛。汪！他开心地看着我，嘴角向上弯出一个极其诡异的近乎人类的弧度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彻底空白。我完了，脑子里只有这一句话。怪不得那么多人找不到豆豆，因为从始至终他都扒在船底下，跟着所有人行动。想到那么多次的下水，他就那么带着笑，看着每一个下水的人，盘算着每一个可以被他勾走的人。那种狗为刀俎，我喂肉的惊悚感。我不受控制地张了嘴，河水汹涌地往我的口中涌来。我看着豆豆松开扒着船底的黑爪，身体轻盈得不像话，在水里划出无声的涟漪，朝我游来。汪！他的声音无比雀跃。我看着他靠近，然后一口吞灭了我的灯。夜黑水寒没深角，子母河钟馗缠身。7月15闭门户，阎罗敲门莫伸头。我仰面沉在水里，想着这4句话，眼泪从眼角涌出，又被豆豆舔干净。他握在我的胸口，像是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，拽着我坠入深渊。3条规矩全破，怪我贪心，怨我无能。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可有什么用呢？我看着河面的亮光，宛如一道门，隔开了生死。王生！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。是爷吗？王生！是幻听了吧？王生！哗啦！巨大的水花声从门外破开，我看到一个佝偻的老人冲着我快速划过来。畜生！要锁就锁我的命！爷爷枯瘦的手像铁钳，一手抓住我胸口的豆豆，另一只手胡乱地
疯狂地把缠在狗崽子身上那些滑腻冰冷的脐带、碎肉一股脑全往自己身上缠，勒紧。接着他用尽全身力气把我往上一推。不，我想挣扎，身子却不受控制地往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人被水卷走，扯入深处，再也看不到踪迹。那股向上的力气消失，我想再次游下去。后衣领猛地一紧，一股大力把我狠狠拽了上去。是叔冷漠的面容，啪，巴掌狠狠落在我脸上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眼睛一翻，没了意识。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子，睁开眼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。我躺在医院了，床头是码得整整齐齐的10几捆钱。叔站在窗户的位置，手里拿着烟，见到我醒了，走到我身边，又给了我一个巴掌。我没有动，瘦了。你为什么不听话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不听话害死了他。叔的声音嘶哑。我用舌头抵了抵疼痛处，没有回答，问了另外一个问题：叔，我也有没有破过规矩？这句话像是一个钉子，将叔钉在原地。他看着我的眼神惊恐又惶然，像是承受不住，往后跌了2步，坐到了陪护椅上。你是故意的。他的瞳孔不自觉放大。那个女人是你？不对，是你们。这是你们设计好的，你们是故意的。我怎么是故意呢？这是意外，不是吗？我看着他，眼神没有波动，再次重复了那个问题：叔，我也有没有破过规矩？他双手抱住头，指关节捏得发白，牙齿咯咯打颤。我就知道，纸包不住火。是。他猛地抬头，双目赤红。你爷也坏过规矩。17年前，村子里的旅游业刚刚兴起，一个和丈夫吵架的妇人来到了村子。叔哆嗦着手掏出烟，点上，猛吸2口，吐了出来。烟雾飘然，让人的记忆回到了当年。那日也是7月15，女人非要体验游船。一开始村里人不同意，挺着大肚子呢，万一出了点什么事，谁能负责？谁敢负责？妇人娇气，见他们不同意，干脆拿钱出来砸，从几块到几十，再到100。也心动了。当年的他靠着水性好，得了一个看船的工作。他的儿子死了，儿媳妇也挺着个大肚子，因为吃不到有营养的东西，整个人受的气都喘不上来。有了这钱，他就可以让儿媳妇过得好一点了。可一步错就步错了。女人刚上船没多久，村里就有人喊她，告诉她儿媳妇要生了。她又慌又急，又担心儿媳妇，又怕妇人被人发现。可到底儿子唯一的血脉占了上风，就回去看一眼，等村里人走了，他就来接妇人。妇人似乎感知到他的无助，一声不吭地躲在船上，哪怕知道守船的人走后，自己只能一个人在这条河上飘着。他原本没有那么心善，但听到村里人喊的话后，还是心软了。这一心软，就送了自己的性命。等到也回来的时候，船上已经没有人了。他心头一跳，知道糟了，人可能出事了。那日天真亮啊，明明没有看到月亮，可天就那么亮。爷在岸边转了很久，还是决定破了规矩下水。他知道这一日枉死的人不会甘心，可这是他做的孽啊。果不其然，他下水的时候，脖子被女人的手臂死死缠住，费了好一番力气才将女人弄上岸。可刚上岸，他就傻了。女人的额头渗出鲜红的血，柔软的手臂还护着自己的肚子。爷跪在女人身边，几乎疯了一样的扇着自己的巴掌。他错了，错了啊！第一错贪了钱，第二错害了命。他恨不得将自己的脸抽烂，可人没了就是没了。正在崩溃的时候，他看到女人的肚子动了动，那动作和妇人生产的时候没有区别。我出生了。
也脚底飘忽，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抱着我回了家。我怪得很，不哭也不闹。家里只有一个人等着，见到我爷，递过来一个婴儿，孩子保住了，大人没有。那人就是叔，他看着爷不接，以为爷傻了，再仔细一看，看到怀里的我。得知一切后，叔气得在屋里转圈。可没办法，我爷唯一的孩子为了救他死了，他得担起这个责任。他们连夜处理好一切，伪装成妇人不听劝告，偷了村里船才出的事，都是他自己的责任。怕惹上麻烦，所有人都认同了这个说法，也摇身一变，从害人者变成了救人者。当妇人的丈夫过来收尸的时候，面对妇人扁扁的肚子，也颤巍巍地将自己的亲孙子递了上去。老实讲，注定枉死，不能再让悲剧发生在王家了。也说这话时神情冰冷而麻木，该让我孙过好日子了。那这个孩子呢？这个孩子以后就是我王家的孙子了。叔倒吸了一口气，最后看着墙上的黑白照片，还是默认了下来。这孩子以后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晨，他就叫王生吧。要是有能耐，就升得高高的。短短一件事，叔抽了一盒烟才说完。他是一时鬼迷心窍啊，他知道对不起你啊。叔声音带着哽咽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那是照顾你长大的爷啊。我狠心吗？我的声音很轻，听不出情绪。不让我出去，怕我影响他亲孙子，这是我狠心吗？他的孙子享受我的一切，我替他背负王家的一切，到底是谁狠心啊？叔的嘴唇哆嗦，不是这样的。他给你留了很多钱，等你长大就会给你的。他辩解，那些东西以前不值钱，但是现在很值钱，都给你的。我没理他，声音平静，长到多大算大呢？等我家里人没了，等我不能和他争夺美好家庭了，才算长大吗？可叔还想再说什么，我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。有罪的从始至终都是你们。这一句话像是锤子，让他失去所有力气。说完了，和我模样相似的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看到叔的模样，他冷笑开口：你们这种人是不是真当别人都是傻子？叔如遭雷击，猛地抬头：是你，你该庆幸我们没有追究你的责任。男人走到我身边，轻柔地将我扶起来，家里人都在等你。不行！叔一个机灵，猛地扑过来想拦。王生去了，那个孩子怎么办？你们不能这么没有人情味。男人冷笑着推开他，门外的保镖将他摁住。谁的恩谁还？谁的账谁偿？谁的孩子？男人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眼底的红意，说出最后2个字：谁养？不行啊，生子，你爷是为了救你没的，你不能害了他唯一的骨血啊。男人捂住我的耳朵，带我出门，进了车。我靠着车窗，看着门口蹲着的目光仓皇的孩子，闭上了眼。咱们走吧，我是王生，注定高高升起的王生。至于也留下的那些东西，我早就让二虎抱着丢那条河里了。如果那些人有胆子，就去捞吧。至于捞上来是什么，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好家伙，老二，没看出来啊？你还是个白切黑呀！老三眼睛发亮，啧啧称奇。真看不出来啊！老大肃然起敬，有勇有谋。嘿嘿嘿，就是个故事，你们不要当真啊！几个人说笑完，盯着桌子上的蜡烛，齐齐沉默。4个人8只眼睛都盯着那点摇曳的光。这蜡烛，要不然别吹了。我看行。几个人摸了摸起了鸡皮疙瘩的手臂，爬上床。呼，不知道哪里风，凉飕飕的。那点橘黄的火苗挣扎着晃了2下，扑地灭了。黑暗瞬间吞噬了整个宿舍。紧接着，汪汪汪汪，呜呜汪汪汪，一连串奶声奶气却又透着莫名阴森的狗叫声
突兀地在死寂的黑暗中响起。空气凝固了，短暂的、令人窒息的沉默后，老二从床上探出脑袋。老四，王生的怒吼几乎掀翻房顶，把你这天杀的铃声给我换了。哦，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